当你手握7、8万的购车预算，你已经明确了要买一个纯电动的 SUV。其实目前国内市场上选择空间非常大，但是如果你要在乎颜值以及整体的这个内在设计的话，长安启源 Q05最起码是个最新的选择。先说一下，这是25年年末时候上的产品，入门的权益价格最低配是74900，是个小电池包。我承认可能只有定速巡航，也没有什么全景天窗，轮圈是铝合金的，但是电池包最起码是4入电池包，单电机163匹马力，190牛米，前麦弗逊后扭梁的非独立悬架。有人会说这悬架结构一般，但我们回到刚开始的话题啊，7、8万的购车预算，纯电动 SUV， 其实这个细分品类里边，如果你往上拔到9万、10万，你可以看到吉利银河 E5， 或者说什么呢？比亚迪的海狮05 EV， 但那两个车主销配置版本都要109800或者117800了。那 Q05把价格门槛给你打下来了，虽然后桥是扭梁的非独立悬架，但是车身配色啊，什么粉色呀、柠檬绿色啊，这官方叫什么不知道，就看着不灵不灵的啊。而且呢，它是有设计感的。注意，长安集团旗下，比如说偏科技感的阿维塔，比如说年轻化啊，启源深蓝，它的每一款车都有独立的家族化设计语言。我们看它虽然也是贯穿的这个大灯，但是它做了一个分体，就它不是那种一味的贯穿，而且你会发现，现在很多车型由于有一个车型卖爆了，别人叫7我也叫7，你叫 L7我也叫 L7，我管你什么7呢，对吧？我就叫7，造型也差不太多，对吧？高头大马的，哎呀，上面顶个激光雷达，但是你会发现，就是这种车回头率让人感觉，不是那个品牌的 logo， 就感觉那种山寨的感觉。但是这台 Q05你会发现，这个 logo 是有点像天眼宝宝啊，但是你看它不撞衫。再就是车身尺寸很讨巧，车长4435毫米，轴距是2735毫米。这个轴距尺寸对标是谁呢？比如说名爵 MG4、极扈 T1，那两个车其实也是卖的很爆的产品，但是对不起，电动大两厢。也是后桥扭梁的非独立悬架，极扈 T1轴距可能长点2770毫米，但是假如说内在的这种小精致程度，包括车身的个性化，极扈 T1主打一个量大管饱，说白了就是卖一个小电池包，只有30多度，对吧？说白了就是更加下沉市场，我只在乎大空间，只在乎一味的便宜。那我觉得 Q05这个车对生活品质还是有一定追求的，往上抬一个配置84900，如果你买大电池包，从40度的一个小电池包升级到51度的大电池包的话，只要9万09。所以我觉得就是8万左右的购车预算，就是它满足了什么呢？就是价格衔接期间，比如说你6万、7万，我就是要一味的便宜，纯电动大两厢解决空间。那名爵 MG4、极扈 T1都是不错的选择，包括在小一圈的吉利星越，最起码是后驱布局了，后置电机了，还有前备箱。但是那些车都小，而且呢视野没有 SUV 的感觉。但如果你说纯电动的话，你要是卖的好的，海狮05 EV 还算将就吧，一个月几千台，对于比亚迪而言，这已经不算好的了啊，但对于别的车企而言还算可以的。那吉利银河 E5全球化车型，出海做的也不错，卖的也不错，但是比它要贵，而且呢，外观方面，吉利银河 E5相对而言老态化了，所以 Q05是一个很有性价比的选择。好了，我们上车给大家聊聊啊，其实配置表现，我们就看入门最低配啊，往上加配置对于电动车而言都没什么，主要是聊它的设计语言。来，先说一下啊。27年1月1号，全部禁止销售隐藏式门把手。那这台车是半机械式的隐藏，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而且呢，物理开启的结构就让你更加踏实。然后我们再看整个内饰这种环抱座舱的感觉，有点小复合材料的运用，但是它不会让你感觉超别人。你会发现，奇瑞的车就明显的超，但是超就是我还不全超，我超点沃尔沃，超点奔驰，超点路虎，给你揉在一起，让你看不出来，就是让别人感觉你很聪明，但是别人你这个小聪明，别人一看就能看出来啊。但是前提是你有这方面想法，你要是我没有无感的话就无所谓。但你看启源的设计就是有原创度，虽然也是复合材料，但你不会觉得这个有沃尔沃的影子。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撞色的设计，就是非常简单。就是什么叫好看的设计？简单，而不是说像我们有时候我们小时候也杀马特，你看有些人为什么说要洗纹身呢？太花了。又是 Hello Kitty， 又是什么泡泡马特的，还纹一个前女友的名字，你说不是闹吗？这就是要花里胡哨的设计。但你说 Q05就是简单的设计，就一个黑化后视镜，就4个实体按键，风量调节、自动空调、开启这个 AC 空调以及前挡快速出窗。最近网上很热的梗啊，就是好多人借别人车都是盯着开车啊，起雾了怎么办？找不着，而且这些常见于新能源车是真找不着，对不对？还有呢，很多女生开车，就是尤其是南方冬天下雨的时候，闺蜜在后边坐着，怎么办？最后0度的天，顶着这个4个车窗吹着脸回去的，就是因为没有前挡出窗。所以，尤其是咱这个不是针对性啊，价格越下沉的车型，其实很多消费者对这个车的功能认知是不完善的，就是我只在乎花多少钱得到等额的外观回馈和我购车的这种体验的愉悦度。那这个时候有些常用功能，你给它放在这儿，销售说，大哥。等你下雨的时候，你跟嫂子说摁一下这儿，一句话解决问题，就是你不需要这么多的教育，因为不是所有的消费者都能耐下心来听你去教育的，因为他是花钱的人。
所以对于这种相对价格比较下沉的车型，我认为这种设计是有效的设计，而不是说告诉别人，哎呦我的乖，这车和路虎的内饰一样，就这种设计就是这个怎么说呢？你认为很聪明的设计，所以我觉得 Q05是整个长安体系能看到的这种感觉。那配置表现入门就是倒车影像，对吧？定速巡航，往上加配的就是自适应巡航，再加配的就是座椅通风加热，我觉得没什么好说的，更多的是这种小小的撞色的设计，就一抹小小的黄。不会让你感觉和长安的其他车型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代差，再加上多功能方向盘、滚轴的调节，对吧？一方面是跟车距离，一方面是定速巡航的时候这个车速啊，这看你高低配置了啊。再就是这个多媒体音源的调节，然后集成了一个小怀档的设计，很清爽，同时兼顾了不错的后排空间的实用性。来吧，后排空间简单说一下啊，因为这个价位的产品，其实后排空间你不能玩出花来了，对吧？你不可能无线充电了，对吧？你也不可能就是特别多的一些什么小桌板，但是最起码置物网都是分层了。对吧？独立的空调出风口了，纯平的地台了，有充电器的接口，还有难能可贵的中央扶手。现在很多车都在减中央扶手，它有。还有再看这个小细节，安全带这儿啊，给一个小扣上去。咱先别说这个东西有什么，它小质感是不上来了。所以简单总结一下，就是7、8万的购车预算，你已经明确了要买一个纯电动的 SUV， 还要有内外兼修的设计的话，长安启源 Q05不光是一个新车，它的内外的设计最起码这个价位里面是相当走心的。